道元老师来帮我们揭秘一下真正的九宫飞星里面的奥秘。还要看很多的宫位的。第一，看大运的流年飞星，它的三星怎么飞，象星怎么飞。七运的楼在九运里面旺不旺？三星入穷了，或者象星入穷了，它已经没有气运了，我觉得这个楼是不要买的。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四九通宫？求财可以求财，求官可以求官，求贵人可以求贵人。这个二五交加必损主，所以很多人搬进去就说闹鬼啊、精神病啊、一堆癌症啊。那我们2026年的飞星又应该怎么看呢？所以如果你的纳气口是双星倒向，那么你打开这个门就是赚钱了。大家好，我是道元。年关将近，许多粉丝都私信来询问新年的运势走向，所以我决定12月31日前在 WhatsApp 群与大家做一次新年的指引，看看新的一年里有哪些时机值得把握，哪些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提前的规避。事业上的贵人与机遇落在何处？丙午年火运太旺，又会对我们的健康、感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助理进群，提前进群的粉丝有机会拿到免费的个人分析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还没有助理联系方式的，记得尽快添加 WhatsApp 85246198842。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南。道元老师，其实我有看很多频道啦，就会都说2026年的九宫飞星了，已经，就是对大众来说，它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吗？那今天我们就要请道元老师来帮我们揭秘一下真正的九宫飞星里面的奥秘。那么有没有曾经去找过一些风水老师去帮你们家的家宅，或者说你的公司去布局过风水，然而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是否是我自己这个八字就真的不好？我通过调风水都没有用，就已经开始怀疑到自己身上了。对呀，对呀，对呀。然后来找到我以后，然后我告诉他，其实实际上他们的风水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会在年运上面去下功夫。哦，就是除了年运，我们还有别的东西要同时参考。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2025年，2025年是什么？这个二黑飞入中宫，是，对吧？那么你看三碧在西北，四绿在正西，五黄在东北，六白在正南，七赤在正北，然后八白在西南，九紫在东，那一白在东南。那这是普通的年运飞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很多的风水老师他可能就会在这三个位置给你去求财嘛，比如说我们的东南、南或者是西南，啊，这三个位置给你去求财。他们没有跟你们讲过的是，我们每一个房子它的朝向，它其实都不一样的，8个朝向嘛，对吧？比如说坐北朝南，然后的话坐南朝北，坐东北朝西南，坐西南朝东北，是吧？坐东朝西，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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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8个朝向里面又分为什么？叫一卦管三山，它有24个山象。我举例，比如说我们拿坐北朝南来讲。坐北朝南讲，它就是什么3个山象，比如说子山午象，比如说壬山丙象，比如说癸山丁象，那它都是坐北朝南，它的年运飞星都是一样的，是，可是它的三星不一样，它的象星飞星也不一样，所以称之为三星象星，象星飞星加上自己的什么年运飞星，它是组合起来的，才能够知道这个方位是否去催旺他的财富。那如果你三星和象星都不看，就是等于说你看一个人的八字，只看日元，然后其他的都不看，对，你只看日元啊，只看日元，比如说是火命啊，在明年会怎么样？对，然后它只是很片面，所以不够细致，不够细致。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用好我们的这个九宫飞星，它要看很多的宫位的。第一，看大运的流年飞星，比如说大运现在九紫运呢，是九紫这个大运这个楼的这个朝向好还是不好？再加上大运里面的三星的飞星，再加上大运里面的象星的飞星，这是一个盘。举个例子，这栋楼是在7运里面建的，它的子山午象，它的壬山丙象，它的乾山巽象，本身的年运加上本身的这个三星和象星的这个先天命盘，就这个楼它是有楼的运程的。从你建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有了。
7运的楼在9运里面旺不旺？就都要看。对，如果7运里面这个楼盘，它在9运里面已经是什么3星入穷了，或者象星入穷了，它已经没有7运了。然后你再用9运这个逻辑对这个楼进行一个风水的调教，对，那就是不对了。肯定不对。然后你再用流年，比如说2025年的年运的飞星在这里面去做，是没有用的。对，所以我经常去看到一些楼盘，我就说你不用做风水了。然后人家就说，哎呀，怎么可能呢？然后的话，那些师傅说，那这里可以调整一下，那里可以调整一下，那我告诉他不要调整了，换套房子吧。对，我觉得这个楼是不要买的。我的一个粉丝，他叫我跟他去做线上的风水，他要放办公室，所以我就建议他，你要找8运的楼。那8运里面旺上旺下又有几种朝向呢？比如说乾山巽向呢，巽山乾向呢，丑山未向呢，未山丑向呢，还有亥山巳向呢，巳山亥向呢，它一定是旺财旺丁的，他的先天命运已经决定了，在这里办公的人他就能发财。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你这栋楼哪一年建的，它的年运是什么，它的每一个朝向，它的3星是怎么飞，它的象星怎么飞，这是第一个盘。那第二个盘是现在是9运了，你要计算9运这个20年里面这个楼的某一个方向的它的3星怎么飞，象星怎么飞，这里面就会你知道吗？它有的时候3星是逆飞，有的时候是3星是顺飞，有的是象星顺飞，有的时候是象星逆飞，它形成完整的这种组合，就是你要看到第2个盘。2个盘你看到什么星啊？简单看你就要看到6颗星在一个宫位了。对。那么第3个你就要看年运了，就是今年是2025年。对。2025年比较旺的方位，把年运飞进去。比如说今年2025年是2运入中宫，再根据3星和象星再飞进去，所以又得出每一个宫位3颗星。所以实际上9宫飞星要看9宫，一个宫有9个飞星。哇，很复杂哎，邓老师。所以很复杂。对。所以大多数现在的老师他并不会看得这么仔细。它里面有生克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如说中国人为什么对168、258那么痴迷喜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4-9通宫？是巽卦，巽五行属木，那九子是五行属火，那木火相生，那么文昌生九子，当然是很喜庆的、很好的事情了，对不对？主发财，主升官，主人缘好，主喜庆，主结婚生孩子都可以，求财可以求财，求官可以求官，对吧？求贵人可以求贵人。为什么这个25交加必损主，那2黑5黄在9运里面好，在8运里面也好，它都是最凶的这种凶星，它通宫了，那你肯定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你2、5、9通宫，那完蛋了。所以很多人搬进去就说闹鬼啊、精神病啊、一得癌症啊，或者是干嘛，对不对？今天我们道元师傅这一波知识量非常的庞大，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去添加我们道元老师的助理的 WhatsApp， 然后我们去群里面多跟我们的小助理多互动，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道元老师一起去上课啦。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也会一起去学习更多像有关于风水啦、八字之类的知识。那我们2026年的飞星又应该怎么看呢？比如说2026年的中宫的飞行要参考2025年的东南方的那个飞行是什么？在2025年东南方是1运，那么明年2026年就是从东南方入1运入中宫顺飞，那么2就在西北，3就在西，4就在东北，5就在正南，6就在正北，7就在西南，8就在东，9就在东南，这就是2026年的流年飞星。那么东南本身就是属于什么木，九子又是火，木火相生，所以明年东南会是很好的。那么正东是求正财，那么800道正东呢，它东宫又是什么？又是木，那它可以什么？木克土，所以正财这个方面呢，如果你要求，那你要注意一点点了。我们这是普通的这种关于年运飞星，很多的风水师就会告诉你，在这几个方位去求财。是，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求财求得彻底，家里的户型图一定要知道是在24商向里面的哪一个坐商和朝向。举例，2026年我的房子是子商午向，我们去求财。我们是癸商丁向，我们去求财，还是在什么样的三向去求财？我欢迎大家就是把你们家的户型图发给我们的助理。让我们来告诉你
你真正的求财的方位是什么。这个相星很好，还有你的三星很好，那么当然会很好了。所以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什么？叫双星到相。你也听过一句话叫旺山旺相，你也听过一句话叫双星到坐。所以如果你的纳气口是双星到相，那么你打开这个门就是赚钱了。开在那一个25同宫，开在一个97同宫，那你就打开这个门，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求财你都难得求，你都求不到。那我们怎么样能通过在2026年的一些摆件，或者说自己去查看自己的房星宫位，然后获得一些好运呢？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我觉得小白最重要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点击我的卧塞，真的，因为别人告诉你在哪个方位，去摆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发现你劳民伤财，你还发不了财。你与其这样子的话，还不如一开始就最正确的方式给了你。那道元老师有没有说在2026年特别好运的一个方位和特别霉运的一个方位呢？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所讲的纳气口。举一个在2026年就是还不错的一个方位吧，好不好？那我们知道九运是从大的方向呢，九运是9入中宫，所以中宫是在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对不对？对。牛年的这个年运飞星是1运入中宫，9和1都是很好的。19同宫在中宫上面的话，你做一些布局，所以你说在客厅里面，然后去做一次布局的情况下面，这是绝对吉利的。那我还想说，再榨干一下我们的道元老师，有没有一些小贴士给到我们？我觉得给我们的这一些粉丝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命运不是开玩笑的，风水更加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去侥幸的，然后也不能够说去道听途说啊，今天什么什么样的运啊，这个运里面，然后的话，甚至有的人很搞笑的是会查一些资料，查一些百度啊，或者是问现在的 AI 啊，然后的话就这么儿戏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 AI，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百度，对，都这就不行。对啊，然后呢，因为你少少的一丁点的损失是你承担不起的，因为我们的人命关天，就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大家看到我的频道。对我的专业知识，对于一些风水上面的这种建议，我觉得还是蛮精准的。所以你不一定要找我，对吧？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很牛的风水师，这样子的话介入的你的因果，然后的话真的可以给你做到趋吉避凶。反之，你用错了，可能让你雪上加霜，也可能让你万劫不复。对，可能你摆错了布局之后，会让你本来好的运气反而越来越差。对的，对。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也有很多很大的信息量和知识点啊。那当然啦，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感谢我们道元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风水知识。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拜拜，拜拜拜拜。